你为什么会被一句话轻易激怒？生活中，我们总能遇上这样一种人，情绪起伏非常大，就像小孩子一样喜怒无常。开心的时候，似乎美好的未来就在面前冲他们招手；难过的时候，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他们。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听凭情绪牵着自己的鼻子走，在情绪的漩涡中难以自拔。一位饭店老板因为不满顾客的挑理，口舌之余竟然动手把杯子里的水泼向顾客。夫妻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些矛盾，双方互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拿出来嘲讽指责，像对仇人一样抓住对方的痛处攻击。老板听到下属的一句反驳，就觉得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受到了挑战，非要处处为难这名下属。过于情绪化的人容易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大喜大悲，对情绪的操控能力很薄弱。要知道，情绪对人具有无形的操控力。积极的情绪可以让人浑身充满正能量，让人容光焕发；消极的情绪能瞬间让人麻木颓废，周围人也不知不觉间被这种负能量所感染。当一个人完全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完全对周围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，把别人的善言善举当成讽刺挖苦，对别人的需求麻木不仁，把自己当成是宇宙的中心。当一个人不能跟自己的情绪做朋友，就会成为情绪的奴隶，用自己的主观看法去评价这个世界。从前有一位好斗的武士向一位老禅师请教天堂和地狱的含义。老禅师品了一口茶，淡淡地说：你性格乖戾，为人粗野，好凶斗狠，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坐而论道。话音未落，武士气得拍案而起，拔出佩剑，指着禅师，瞪着眼睛吼道：你竟然敢这样无礼对我，看我一剑杀死你！禅师面不改色，缓缓说道：这就是地狱。武士听罢，羞愧地抬不起头来，他万分后悔地向老禅师谢罪：感谢您的指点，请您原谅我的无知。禅师微微一笑：这就是天堂。情绪与我们形影不离，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。生活中，我们要和很多人沟通交流，这样的天堂和地狱可能每天都要经历无数次。喜怒无常的人对外界事物过于敏感，对自己内心感受又过于在乎。例如，上班前跟家人的几句拌嘴，挤地铁遇到了没有礼貌的人，一进公司就看见那个让自己十分反感的同事。这些琐碎的小事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情绪。既然这样，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人该如何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呢？在论及改正之前，首先这类人要能够承认自己情绪波动，接受这个容易悲喜的自己。每个人都有优缺点，喜怒无常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方面的失败。例如，某君比较爱计较，容易被别人的话激怒，这意味着首先他要承认自己的缺点，知道自己的短板，才有改正的可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性格，在遭遇外界形形色色的刺激时，不同的人难免在不同程度范围内喜悦、悲伤、激动、愤怒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也不必把这些看得太过严重。当然，情绪有时会变成一把无形的利刃，阻塞人们的志识，破坏人们的思考，让举止优雅的人歇斯底里，言行失控。老子说，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。翻开历史典籍，那些名垂青史的人常常是情绪掌控力非常强大的人。不少人知道这样一句话：上帝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一个正常的人可能因为愤怒而变得疯狂，理智的人知道如何抵御情绪的暴君。有一首著名的打油诗《莫生气》里有这样的文字：
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？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我若气死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。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据传，晚清名臣林则徐的脾气比较暴躁，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特点，于是在家中高处悬挂了一块牌匾，上书2个大字：制怒。每当林则徐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，他就抬起头望望牌匾，将心中的怒火压下去。有一次，他一怒之下砸碎了一个茶杯，当他看到牌匾后，自己便动手清理了茶杯的残片。古人有言：主静则悠远博厚，自强则坚实精明，操存则气血循规而不乱，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，使情可以致受考也。大意是，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心平气和，不骄不躁，就能变得心宽敦厚，能有高远的志向，自强不息，则可以坚定不移，聪明伶俐。进退有度，新陈代谢，气血运行就井然有序。为人处事有底线，有收敛，操守良好的精气神而不耗散，就不会成为虚浮的人。坚持不懈地做到以上几点，人就能够健康长寿。不仅我国的思想家这么认为，世界著名成功学导师安东尼·罗宾斯也说过，成功的秘诀在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，而不是为这股力量所反制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反之，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控。喜怒无常是一剂毒药，我们不应该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，而应当做情绪的主人。努力提升情绪掌控能力，收束自己的心，成功地管理突如其来的情绪，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。